奥德利夫人的秘密，玛丽伊丽莎白·布雷登。第5章，文特诺的墓碑。是的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地写着：海伦·托尔伯伊斯，末年22岁。乔治曾在白眼巨人号轮船上向那位家庭女教师信誓旦旦地说过，如果发现妻子的命运并非如他所愿，他会活不下去。然而，此刻他刚刚得知，他遭遇了最不幸的命运，却只是瘫坐在那里，面色惨白，无助地呆望着朋友惊讶的脸庞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惊呆了。在那种奇异而迷茫的状态下，他开始琢磨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《泰晤士报》上的那句话会对他产生如此可怕的影响。然后，渐渐地，就连那对自身不幸的模糊意识也从他脑海中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外部世界一种撕裂般的感知。8月温暖的阳光，窗户上布满灰尘的玻璃，百叶窗上剥落的油漆，墙上贴着的几张褪色的海报，空荡荡、废弃的壁炉，一个秃顶男人一边点头一边读着《晨报》广告人，一个漫不经心的侍者叠着一块皱巴巴的桌布，以及罗伯特·奥德利那张英俊的脸庞，带着充满同情的忧虑注视着他。他只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变得异常巨大，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化为黑色的斑点，在他眼前模糊不清。他只知道自己听到一阵巨大的轰鸣声，仿佛6台蒸汽机在他耳边愤怒地嘶吼。除此之外，便一无所知，只感觉有人或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傍晚时分，他在一间凉爽幽暗的房间里睁开了眼睛，只有远处车轮沉闷的滚动声打破了寂静。他有些惊讶，又有些漠然地环顾四周。他的老朋友罗伯特·奥德利坐在他身边，抽着烟斗。乔治躺在一张矮铁床上，床正对着一扇开着的窗户，窗台上摆着几盆植物和2、3个鸟笼。乔治，你不介意我抽烟吧？他的朋友慢吞吞地问道。不介意。他注视了花草和鸟儿片刻。一只金丝雀正对着夕阳高唱着赞歌。鸟儿吵到你了吗，乔治？要我把它们搬到另一个房间去吗？不用，我喜欢听它们唱歌。罗伯特·奥德利倒空了他那珍贵的海泡式烟斗，小心地把它放在壁炉架上，然后从隔壁房间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茶。喝了吧，乔治，他催促道，同时把杯子放在乔治枕边的床头柜上，这对你有好处。年轻人没有回答，只是慢慢地用目光扫视着房间，然后注视着朋友严肃的脸庞。鲍勃，他说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在我的住处，我的朋友，圣殿区。你没有落脚的地方，所以你在城里的时候可以和我住在一起。乔治用手在额头上抹了1、2下，然后迟疑地用低沉的声音说道：今天早上的报纸，鲍勃，那上面写的是什么？现在别去想那个了，朋友，喝点茶吧。是的，是的，乔治不耐烦地回答，从床上坐起身，茫然地环顾四周。我都记起来了，海伦，我的海伦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天使，我唯一的爱，死了，死了。乔治，罗伯特·奥德利说着，温柔地把手放在朋友的胳膊上，你必须记住，你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名字，未必就是你的妻子，也许还有别的海伦·托尔伯伊斯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他回答说，年龄和他的一样，而且托尔伯伊斯是个不常见的姓氏。
也许是印刷错误，名字应该是塔尔伯特。不，我的妻子死了。他甩开罗伯特的手，从床上下来，毫不犹豫地向门口走去。你要去哪里？他的朋友惊讶地问道。去文特诺，去看他的墓。今晚不行，乔治，今晚不行。明天我亲自陪你坐第一班火车去。罗伯特把他扶回床边，温柔地让他重新躺下。随后，他给乔治服下了一些鸦片钉，那是他们在布里奇街那家咖啡馆叫来的医生给的。乔治就是在那里晕倒的。接着，乔治·托尔伯伊斯便沉沉睡去，梦见自己去了文特诺。在那里，他发现妻子还好好的活着，只是苍老了，头发也白了，而他的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便和罗伯特·奥德利一起坐在头等车厢里，特快列车正飞速穿越乡野，向普茨茅斯驶去。他们在正午的烈日下，乘马车从赖德赶往文特诺。当两个男人下车时，当地居民都注意到了乔治苍白的脸色和未修剪的胡须。我们该怎么办，乔治？罗伯特·奥德利问道。我们没有任何线索去找你要找的人。那人带着一种可怜而迷茫的表情看着他。这位曾经的龙骑兵此刻比小羊羔还要无助，而罗伯特·奥德利，这个世界上最犹豫不决、最缺乏活力的人，发现自己不得不替别人做决定。他振作精神，努力应对眼前的局面。我们去一家旅馆打听一下托尔伯伊斯夫人的情况，好吗，乔治？他提议道。他父亲姓莫尔登，乔治喃喃地说，他不可能把他一个人送到这里来等死。他们没再说什么，但罗伯特毫不犹豫地走向一家旅馆，询问一位名叫莫尔登先生的人。是的，他们被告知，确实有位叫这个名字的先生在文特诺，是莫尔登上尉。他的女儿最近去世了，逝者可以去问问地址。那家旅馆当时生意兴隆，人们进进出出，大厅里到处是忙碌的清扫工和侍者，一片喧嚣。于是，最坏的情况得到了证实，他的妻子莫尔登上尉的女儿真的死了。5分钟后，侍者回来说，莫尔登上尉住在兰斯多恩小屋4号。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那所房子，那是一栋有些破旧的住宅，有几扇凸窗可以眺望大海。莫尔登上尉在家吗？不，女房东说，他带着外孙去海滩了。先生们是否愿意进屋等他？乔治机械地跟着朋友走进那间小小的、布满灰尘、家具陈旧、凌乱不堪的前厅。地上散落着破损的玩具，窗户上的薄纱窗帘浸透了陈腐烟草的气味。看，乔治指着壁炉上方的一幅画喊道：“那是他的肖像，画的是他当龙骑兵时的样子。那是一幅很好的肖像，画中的他身着制服，背景是他的战马。也许世界上最机敏的人，也未必能像罗伯特·奥德利这样如此体贴地安慰朋友。”他没有对悲伤的官夫说一句话，只是背对着乔治坐着，目光投向窗外。有好一会儿，年轻人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打量着，有时还触摸着随处可见的那些小物件。海伦的针线盒，里面放着未完成的绣品；他的剪贴簿，里面贴满了拜伦和穆尔作品的片段，是他亲手抄写的；几本他送给他的书，还有一个花瓶里插着一束枯萎的花，那是他们在意大利买的。他的画像过去常常和我的放在一起，
他喃喃自语，不知道他们把他的话弄到哪里去了。他时不时地开口说话，在沉默了半小时之后，我想见见这房子的女主人，我想问问她。他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双手捂住了脸。罗伯特派人去叫房子的女主人，她是个和善、健谈的女人，对疾病和死亡习以为常，因为她的许多房客都是来这里等死的。她详细地讲述了托尔博伊斯夫人临终前的情形，她是如何在去世前1周来到文特诺，当时已是油尽灯枯，又是如何一天天被致命的疾病吞噬。这位先生是他的亲戚吗？他问罗伯特·奥德利。这时乔治正哭出声来。是的，他是这位夫人的丈夫。什么？那女人叫道。就是那个狠心抛弃了他，让他和年幼的儿子只能依靠可怜的老父亲的男人吗？莫尔登上未流着泪跟我讲过好多次了。我没有抛弃他，乔治喊道，然后向他讲述了自己3年奋斗的经历。他提到我了吗？他追问道。他在他最后的时候提到我了吗？没有，他像小羊羔一样平静地离开了。他来的时候话已经很少了。最后一天，谁也不认识了，甚至不认识他的小儿子和他可怜的父亲，这让他很难过。有一次，他好像精神失常了，开始谈论他的母亲，说死在异乡是多么可耻，听得人心里真难受。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乔治解释说，想到他还记得母亲，谈论母亲，却一次也没有提到我。那女人把他带到他妻子去世的小卧室，他跪在床边，温柔地亲吻着枕头。女房东见此情景，也为这悲惨的境遇而落泪。当他跪在那里，或许是在祈祷，脸埋在那朴素的白色枕头里时，女人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，在他站起身时递给了他。那是一绺用银色纸包着的长发。这是他在棺材里的时候我剪下来的。他说，可怜的人儿。他把那柔软的头发凑到唇边。是的，他喃喃地说，这正是那美丽的头发。当他把头靠在我肩上时，我曾无数次亲吻过他。可那时候它是卷曲的，现在看起来却完全是直的。生病会使头发改变的，女房东回答说。如果您想去他安葬的地方看看，托尔博伊斯先生，我儿子可以给您指路去墓地。于是，乔治·托尔博伊斯和他忠实的朋友来到了那个宁静的所在，在一座几乎还没长出几丛杂草的土堆下，安息着他的妻子。乔治曾在遥远的南半球无数次梦见过他那温暖的笑容。罗伯特把朋友留在新爵的坟墓旁，1刻钟后回来时，发现他甚至没有动过。几分钟后，他抬起头说，如果镇上有什么石匠，他想定做一个东西。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石匠，坐在那人院子里的碎石堆中。乔治·托尔博伊斯用铅笔为亡妻的墓碑写下了这简短的墓志铭。此碑为纪念海伦 ·金塞索，乔治·托尔博伊斯之爱妻，没于1857年8月24日，享年22岁。其夫乔治·托尔博伊斯痛悼。